咱先唠点实在的，开丰田混动车的朋友对那套混动系统是不是都特有信心？没错，20多年了，丰田混动就跟皮是省油，开着放心这几个词划等号。全球几百万车主天天开着它，图的就是个省心。尤其是那台 2.5L 的混动发动机，可以说是明星发动机了。不光 RAV4 混动、凯美瑞混动、汉兰达混动都在用，连雷克萨斯的好多车也靠它吃饭。这台机器动力平顺，油耗感人，排放还低，是真没得黑。但是最近我跟不少修车的老哥、工程师还有混动车专家聊了聊，他们都给我提了个醒。他们说，开这台 2.5L 混动发动机的车主最近得多个心眼了，有些新冒出来的小毛病，你得提前知道，别慌。我可不是说这台发动机不行了，它现在依然是市场上最顶尖、最省心的混动系统之一。但就跟人一样，车开久了，总得有点小脾气。这些脾气要是你没当回事儿，小病拖成大病，到时候几千块钱的维修费可能就得砸进去了，搞不好还会伤到发动机的根儿。所以兄弟们，如果你家里有台搭载着 2.5L 混动系统的丰田车，这视频你可千万别划走。咱们今天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专家们到底发现了啥，为啥现在就得重视，这能帮你省大钱，还能让你的爱车多陪你跑几年。丰田 2.5 升混合动力系统以一台自然吸气4缸发动机为核心，配合电动机和混合动力电池组。丰田称这一配置为动态动力混合动力系统，它相比前几代混合动力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汽油发动机采用阿特金森循环，侧重于提高效率，而非原始动力输出。通过电动机和先进的动力控制单元，该系统能够在汽油动力、纯电驱动或两者混合模式间无缝切换。这使得搭载 2.5 升混合动力系统的车型，即使是像 RAV4 和 Highlander 这样的大型车，也能实现每加仑超过40英里的燃油。经济性汽车工程师们普遍赞赏该系统的高热效率，许多情况下超过 40%。对于汽油发动机来说，这一数值非常出色。混合动力专家大卫·科尔曼表示，丰田的 2.5 升混合动力平台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内燃机之一。然而，高效率有时伴随着复杂性，而复杂性随着时间推移会带来新的挑战。隐藏的冷却系统隐患，在任何混合动力系统中，冷却系统是最重要但常被忽视的部件之一。混合动力车辆依赖多个冷却回路，确保各个部件在安全温度范围内运行。汽油发动机、电动机、电力电子设备和混合动力电池在运行时都会产生热量，如果任何一个部件过热，整个系统可能受到影响。一些即时反应，部分丰田 2.5 升混合动力车型若保养不当，可能出现冷却系统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冷却液通道可能积聚杂质或水垢，尤其是在频繁启停驾驶或高温环境下的车辆中。混合动力技师马库斯·里维拉提醒，混合动力冷却系统必须保持极其清洁。混合动力系统的冷却回路比传统发动机更为敏感，如果冷却液流动受阻，电力电子设备和逆变器会迅速过热。虽然这一问题并不普遍，但他强调了定期维护和检查冷却液的重要性。忽视冷却系统问题，最终可能导致逆变器损坏或混合动力系统停机。逆变器和动力控制单元，丰田混合动力系统中的另一个关键部件是逆变器和动力控制单元。该系统将混合动力电池中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以驱动电动机，同时它还负责调控发动机、电池与车轮之间的能量流动。简而言之，逆变器是混合动力系统的大脑，一旦出现故障，整车可能无法正常运行。此前，丰田混合动力车型曾因逆变器问题进行过召回。尽管丰田在新一代车型中对设计进行了大幅改进，专家仍建议车主密切关注该部件的状态。混合动力工程师 Kenji Takahashi 解释说，逆变器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热管理。逆变器内部包含高压电子元件，这些元件会产生热量，如果散热效率降低，逆变器可能会承受热应力，进而缩短其使用寿命。幸运的是，丰田配备了多项安全系统，当逆变器温度开始超出正常范围时，会向驾驶员发出警告。然而，早期检测依然非常重要。关于混合动力电池寿命，许多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电池的使用寿命。丰田的 2.5 升混合动力系统通常根据车型和配置等级，采用镍氢或锂离子电池组，这些电池设计寿命长达数年，在正常驾驶条件下，通常能行驶超过15万英里。但混合动力电池同样会出现损耗，随着电池化学性能的老化以及反复充放电循环，电池性能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
混合动力电池专家塞缪尔·奥尔特加博士指出，温度管理对电池寿命起着关键作用。高温是混合动力电池系统的最大敌人。在炎热气候或重载行驶条件下，如果冷却系统运行不畅，电池性能可能会加速衰退。丰田配备了先进的电池冷却系统，通过向电池组内引入空气来调节温度。然而，灰尘堆积或散热口堵塞会降低冷却效率。诸如保持电池散热口清洁等简单的维护措施，可以显著延长电池寿命。机油消耗问题，技师们偶尔会讨论部分 2.5 升发动机存在的机油消耗问题，这不仅限于混合动力车型，在采用相同动力总成架构的其他车辆中也有类似现象。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较轻微，且通常在车辆行驶里程较高时才逐渐显现。汽车工程师丽莎·摩根解释说，现代发动机采用更严格的公差标准和低摩擦部件以提升效率。虽然这种设计能提高燃油经济性，但随着发动机使用时间增加，有时会导致机油消耗略有上升。关键是要定期监测机油，车主应定期检查机油液位，并遵循建议的保养周期。如果机油液位过低，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过早磨损。水泵及附件磨损，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部件是发动机水泵。混合动力车在某些方面仍依赖传统机械系统，水泵对于将冷却液循环至发动机缸体依然至关重要。随着时间推移，水泵的密封件和轴承可能磨损，导致冷却液泄漏。如果泄漏未被及时发现，发动机可能会过热。经验丰富的混合动力技师豪尔赫·阿尔瓦雷斯表示，例行保养时应始终检查水泵。轻微的冷却液泄漏起初看似无害，但时间长了可能引发严重过热问题。幸运的是，与其他混合动力系统部件相比，水泵更换成本相对较低。软件与混合动力控制系统的更新，现代混合动力汽车高度依赖软件来管理复杂系统。丰田会定期发布软件更新，以提升能效、性能和可靠性。这些更新有时能在小问题变成大故障前解决。遗憾的是，部分车主在车辆保修期结束后不再去经销商，可能错过重要的软件改进。汽车诊断专家 Ryan Chen 建议混合动力车主应定期检查是否有可用的软件更新。软件校准对混合动力车的效率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更新可以改善电池管理和热管理，保持软件最新有助于预防系统故障。驾驶习惯很重要，专家们强调，驾驶行为也是关键因素。混合动力车的运行方式与传统汽油车不同，频繁短途行驶导致发动机无法完全预热，会加速磨损。同样，激烈加速会给发动机和混合动力组件带来额外负担。平稳加速和渐进制，动能最大化动能回收和电池效率。混合动力驾驶教练迈克尔·彼得森指出，许多车主因驾驶风格无意中降低了能效。混合动力系统更适合平稳驾驶，猛踩油门的驾驶者往往无法充分利用技术优势。调整驾驶习惯可以延长发动机和电池组件寿命，预防性保养是关键。尽管存在潜在问题，专家们始终强调，丰田 2.5 升混合动力系统仍是目前最可靠的混合动力传动系统之一。大多数问题相对罕见，且多与保养不当有关。定期保养是确保长期可靠性的最有效方式。定期更换机油、检查冷却液、维护电池冷却系统及更新软件，可以预防许多问题。混合动力专家阿曼达·克拉克总结道，只要保养得当，丰田混合动力车的耐用性极佳。关键是要明白，尽管它们非常可靠，仍需关注。积极保养的车主，其车辆往往能行驶超过20万英里。为何意识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混合动力系统是复杂机械装置，融合传统发动机与先进电力技术。尽管丰田工程技术领先，但没有系统能完全避免磨损或故障。了解预警信号并妥善保养，可避免昂贵维修。忽视早期征兆，可能使小问题变大故障。例如，冷却系统堵塞，最终可能损坏逆变器或电池组件，维修费用高达数千美元，而预防性维护费用仅为其一小部分。总结来说，丰田 2.5 升混合动力系统依然是迄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合动力传动系统之一，兼具高效、耐用和顺畅性能，助力丰田成为混合动力技术全球领导者。对大多数车主而言，该系统能提供多年可靠服务，且问题极少。但如同任何先进技术，仍需关注和妥善维护。监测冷却系统，保持机油液位正常，确保电池散热口清洁及及时软件更新，能有效防止潜在长期故障。专家一致认为，关键在于提高意识。混合动力车会回报那些了解系统原理并认真进行预防性维护的车主。如果您拥有搭载 2.5 升混合动力发动机的丰田车，最好的做法是保持信息畅通，遵循推荐保养计划，并在小问题变大故障前及时处理，这样能确保您的混合动力车持续提供丰田车主多年来信赖的高效能与可靠性。
也能帮助您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高额维修费用。